嘿，咱有没有琢磨过这么个事儿哈？要是汽车制造商那算盘完全打错了，会出现啥情况呢？今儿个咱就来好好盘一盘那些谁都不想买的破汽车。这些车啊，可不只是一般的差劲，他们简直就是可靠性的噩梦，名声那叫一个臭，连经销商都恨不得把他们赶紧处理掉，白送人都嫌麻烦。就说这些车的毛病，有的还没等你第一次给车换机油呢，变速箱就出故障了。还有呢，电子设备仿佛被下了诅咒似的，动不动就闹幺蛾子。这些汽车出的幺蛾子，可把消费者的信任给毁得稀碎，销量那也是一落千丈。我专门去研究了消费者报告的数据、销售数据，还看了好多车主的投诉，好不容易整理出了这份汽车故障的终极清单。这里面有些车啊，说不定就停在你邻居家车道上呢，这会儿还在那默默地等着哪一天突然抛锚呢。还有些车可能正以超低的二手价格在诱惑你，相信我哈，他们卖这么便宜那是有原因的。得嘞，咱就从第一名开始挨个往下数。第一名，2017款阿尔法罗密欧 Giulia。阿尔法罗密欧 Giulia， 车迷的意式情人，也是钱包的噩梦。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一个让无数车迷又爱又恨的狠角色——阿尔法罗密欧 Giulia。当年这个意大利传奇品牌带着 Giulia 王者归来，简直让车圈沸腾了。这颜值，这操控，那台 Ferrari 同款的 2.0T 发动机，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堪称宝马3系和奥迪 A 飞的浪漫杀手。现实很快给了车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Giulia 的问题简直能写一部血泪史，首当其冲的就是那祖传的可靠性。电子系统像个任性的孩子，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灯乱闪，中控大屏时不时死机，连最核心的驾驶模式选择器都跟着闹脾气。动不动就需要重启，跟玩俄罗斯方块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会给你什么惊喜。机械问题也不省心，发动机漏油，随机缺缸，这哪是开跑车啊？这简直是在体验心跳加速的另类方式。更绝的是，有些车主的毛病实在没辙，只能把整个中控电脑都换了，这维修费够买台不错的家用车了。细节做工，意大利浪漫的代价，内饰件对不齐，车里还总有异响。这种德系精密控看了血压都得蹭蹭往上涨，结果是什么？当年 Giulia 在美国卖的最好的时候也就1万多辆，跟3系非动辄10几万的销量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大家嘴上都说他帅，真掏钱的时候还是躲得远远的。Giulia 成了车迷心中那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梦。性能操控它是天生的运动健将，但在过日子这门课上他交了张白卷，所以他今天就荣登我们30款最烂车榜单，这就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代表。你觉得 Giulia 值不值得为它的性能买单？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第二名，2018款阿尔法罗密欧 Stelvio 2018款阿尔法罗密欧 Stelvio， 法拉利隔壁邻居为啥卖不动？嘿，兄弟们，今天咱来聊一款车，阿尔法罗密欧 Stelvio。 这车往那一站，意大利范儿拉满，开起来那叫一个骚。人家是进军豪华 SUV 市场的，想把激情和浪漫带给所有车主，但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主打一个意式浪漫、意式修车，它跟那个毛病一大堆的 Giulia 轿车是兄弟俩，共享一堆零件，所以病也一起分享。车主们是苦不堪言啊！想远程启动一下没反应；2开着开着报警灯瞎亮一通，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3倒车影像黑屏；4发动机还漏油；5更要命的刹车都出问题。我算看明白了，这车不是在给你提供代步工具，是给你提供一个终身修车的副业。销量说明一切，别人家豪华 SUV 卖得风生水起，它一年就卖几千辆，最高峰也就1万出头。说它是最不受欢迎的豪华 SUV 之一，真是一点不冤。为啥？除了这祖传的可靠性，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品牌太小众，修车都找不到地方，经销商网络少得可怜，很多人想买，看完这修车热情和维修便利性直接就放弃了。所以这车就是个偏科生，性能贼棒，情怀贼拉满，但如果你想省心，那就绕道，它就是个小圈子里的玩物，适合那些把修车当成乐趣，对驾驶有极致追求的老炮。第3名，2016款特斯拉 Model X， 革命性的设计，代价高昂的探索。2016款特斯拉 Model X 的出现，无疑是一款里程碑式的产品。它以颠覆性的欧翼门和标志性的超大全景玻璃，展现了 SUV 的全新可能，是特斯拉野心与技术的完美结晶。过于激进的设计也给它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作为一款起步价超过9万美元的高端车型， Model X 的早期版本却深陷可靠性的泥潭。问题的核心恰恰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欧翼门。
复杂的传感器逻辑在识别障碍物时频频失手，而门体的密封性也备受诟病，导致漏水问题屡见不鲜。同时，那块巨大的全景风挡玻璃也因为结构原因容易出现漏气和应力裂纹。除了这些设计上的硬伤，车辆的制造工艺也未能达到豪华应有的标准。中央触摸屏偶发死机，而风噪、内饰异响、车身面板接缝错位等问题更是拉低了整车的质感。因此 Model X 很快便被消费者报告打上了不推荐的标签。这份差评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尽管在美国市场每年仍有约 1.8 辆的销量，但与它的光环相比，这个数字略显尴尬，使其成为特斯拉产品线中增长相对缓慢的一员。归根结底， Model X 是一场精彩但充满风险的豪赌。它用惊艳的设计赢得了市场关注，却也因早期产品的种种妥协，成为了特斯拉在可靠性探索道路上的一次昂贵教训。它证明了真正的成功不仅在于创造未来，更在于稳稳地将未来带到当下。第4名，2016款沃尔沃 XC90。在豪华 SUV 领域，2016款沃尔沃 XC90 的登场曾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它凭借颠覆性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和斩获多项国际设计大奖，被誉为沃尔沃的复兴之作。当市场的热度散去，一个残酷的现实浮出水面，华美的外表之下是堪忧的可靠性，最终让这款旗舰车型乃至整个沃尔沃品牌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核心问题从设计巅峰到口碑谷底，消费者报告的年度品牌排名像一面镜子照出了 XC90 的软肋。沃尔沃在该榜单上直接垫底，品牌得分仅有22分，满分100分。而这款 XC90 正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力军。问题的核心集中在新一代的 Sensus 信息娱乐系统上。用户反馈称，这套系统频繁出现屏幕冻结、黑屏死机，甚至需要强制重启才能恢复，极大地破坏了驾驶体验。不止于车机多系统可靠性告急，如果只是车机小毛病，或许还能被容忍，但 XC90 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一系列机械和电子系统的故障动摇了消费者对沃尔沃安全这一金字招牌的信任。车身附件失灵，电动尾门会无故自行开关，根源在于控制模块的故障。安全系统隐患，用于实现高级驾驶辅助功能的雷达和摄像头传感器时常失灵，这让关键的主动安全功能形同虚设。驾乘品质下降，悬架异响、刹车片过早磨损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车辆的行驶质感和后期维护成本。致命的疏忽最令人震惊的是，部分车型存在安全气囊配置不当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多次官方召回和紧急服务公告。这无疑是沃尔沃品牌信誉的重大打击。市场反馈，销量失速与用户流失。2016款 XC90 凭借新设计和品牌光环，在美国市场取得了约3万辆的年销量。随着可靠性问题的持续发酵，口碑急转直下，销量也随之逐年下滑，稳定在每年2万辆左右。尽管沃尔沃安全的声誉仍在，但对于那些追求省心、以家庭为重的消费者来说，频繁的维修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是难以接受的。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雷克萨斯、讴歌或奥迪等在可靠性方面更有口碑的竞争对手。结论：2016款沃尔沃 XC90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证明了设计可以赢得奖项，但唯有持续稳定的可靠性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长期信赖。它为所有汽车制造商敲响了警钟，在智能化、电动化的浪潮中，任何忽视基础品控和系统稳定性的行为，都可能让一款明星产品沦为昙花一现。第6名，2013款凯迪拉克 ATS。咱今天聊聊凯迪拉克 ATS。这款车当年可是凯迪拉克的王牌，专门对标宝马3系，一出来就想掀桌子，给德国佬一点颜色看看。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有戏，可开起来才发现这车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最让人崩溃的就是那个 Q 系统，听着名字挺科技，用起来简直是黑科技，卡死机，反应慢半拍。这不叫智能，这叫智障。很多人气的不得了， 4S 店都跑麻了，换个中控屏都换麻了。不光这个，毛病还不少。最早那款 2.0T 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感觉在筛糠，抖得你想吐。更坑的是电池说没就没，开着开着就趴窝了，叫拖车都叫不回面子。什么漏水啊，空调不吹风啊，一堆小毛病凑一起，直接把凯迪拉克豪华俩字给砸了。所以你看，它2013年卖了3万多台，看着还行，结果口碑崩了之后，销量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哗哗往下掉，到2015年直接腰斩。说到底，豪华车图个省心，你花着买宝马的钱，买个3天2头上汽修厂的主儿，谁干啊？再加上凯迪拉克自己那会儿也内乱，后面还有雷克萨斯、讴歌这些日本虎视眈眈的，这么一折腾 ，ATS 撑到2019年也只能含泪停产，成了一代人的意难平。
第7名，第一代 Jeep 指南者2007至2016。第一代 Jeep 指南者这个名字对于 Jeep 品牌来说，算得上是一段黑历史。它用实打实的表现告诉我们，即便是 Jeep 这样的传奇品牌，在特定时期也可能栽在工程硬伤和可靠性差这2个坑里。这款指南者诞生于克莱斯勒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它很快就凭借着各种槽点，稳稳地登上了各大二手车避雷榜的榜首。它的核心毛病集中在那个经典的 2.4L 发动机加 CVT 变速箱组合上，这套动力总成简直就是个问题少年。CVT 变速箱不仅容易过早报废，跑个高速还动不动就过热罢工。底盘方面更是惨不忍睹，前悬架的部件和球头磨损速度快得惊人，很多车主车子还没跑到5万英里，约8万公里就得掏大钱维修更换，堪称保养黑洞。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车厢漏水简直是家常便饭，问题出在了车门和天窗的密封不严上，内饰也跟着遭殃，各种部件在正常使用下也容易出现松动甚至脱落。正因为这些硬伤，指南者在零售市场根本卖不动，大部分车都流入了租赁车队。到2016年，它在全年的销量惨淡到只有 3.3 万辆左右，跟其他紧凑型 SUV 完全没法比。权威的 Car and Driver 杂志甚至公开炮轰这款车，谁买谁后悔，并且给它贴上了故障率高、维修不断的标签，成功劝退了无数潜在买家。最终 Jeep 自己也认栽，不得不对指南者进行一次彻底的推倒重来，才总算抹掉了这段不光彩的声誉。所以说，第一代指南者堪称教科书式的反面教材，告诉大家可靠性才是汽车的立身之本。第8名，2012至2016款福特福克斯 PowerShift。聊到这车，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当年的福克斯颜值高，开起来有劲儿，大家都以为捡到宝了，结果没想到一脚踩进了雷区。核心问题就一个，那套 PowerShift 双离合变速箱简直是声名狼藉。你开车跟开震动的按摩椅似的，突突突的抖，还带点拖拉机的音效。最要命的是，基本跑不了2万公里，他就给你来个下马威，要么失灵，要么直接报废。福特那边呢，也是操作迷之自信，总想着用个软件升级就搞定，结果呢没用。车主们跑 4S 店跟跑自家后院似的，保修期内把离合器换了又换，就是个无底洞。你以为这就完了？太天真。车门锁还能给你表演个自动打开，开着开着车门自己就弹了，你说吓不吓人？还有油路问题，走着走着发动机突然给你罢工，给你扔半路。销量数据不用看都知道，肯定崩盘，从1年20万辆直接砍一半。后来媒体一曝光，车主一闹，福特直接不卖了，北美市场全线撤退。所以现在你要是看到当年的二手福克斯，除非老板亏大本卖，不然谁买谁大冤种。一句话总结，这台福克斯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所有人，千万别为了好看的皮囊和操控去碰那个要命的 PowerShift。 第9名，道奇库珀昙花一现的噩梦座驾。2007年，道奇库珀带着取代霓虹灯的使命登场，外表确实够酷，但可惜这辆车从里到外都充满了失望，最终成为了一辆消费者闻之色变的噩梦。它的核心问题一个比一个致命。一，变速箱是定时炸弹， TVT 变速箱不仅换挡顿挫感强，还极易损坏，动不动就得花大修皮带和变矩器。2，发动机是油耗子， 2.0L 和 2.4L 发动机普遍烧机油、漏冷却液，后期维护成本极高。3，品控是灾难现场，内饰松散异响，电路故障频发，简直就是廉价感的代名词。4，安全问题堪忧，甚至因油门踏板和线路问题被召回，存在发动机起火风险，安全成了奢望。销量是最好的证明，上市首年还能卖 7.5 万辆，但口碑崩盘后销量断崖式下跌，到了2011年，年销量不足 3.5 万，大半流入了租赁公司。零售买家被差评和警告彻底吓退，道奇库珀最终成了那个大家买之前都会被提醒千万别碰的失败车型。第10名，2014款 Smart Fortw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的汽车避坑指南。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款车可以说是可爱外表下藏着恶魔灵魂的典型代表，它就是2014款 Smart Fortwo。 乍一看，这小车城市通勤神器，小巧玲珑，停车一把劲，谁不爱？但是朋友们千万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等你真正开上路，就会发现它就是个甜蜜的陷阱。它的心脏和灵魂，那台传说中的 MNT 单离合变速箱，简直就是车主的噩梦，顿挫那是家常便饭。换挡比山路18弯还刺激，动不动就给你表演个原地跳脚。更糟的是，他还特喜欢闹罢工，变速箱控制单元一坏，车就给你锁在 P 档，动弹不得，那酸爽谁是谁知道。
不光是变速箱，那台小发动机也是问题不断。凸轮轴传感器罢工，直接让你趴窝，发动机支架松了，整个车开起来像个震动筛，抖得你灵魂出窍。再说说它的做工，我真是想给它点个赞。内饰件没有什么是不唱歌的，开起来一路嘎吱嘎吱伴奏。车门的塑料板晒几天太阳就给你褪色，仿佛在告诉你我也撑不住了。结果呢，市场给了它最真实的回应。2008年一年能卖24000辆，风光无限。到了2014年，销量直接腰斩，到了2017年不到1200辆，品牌灰溜溜的退出美国市场，成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车型之一。所以说，朋友们，车这东西光看外表可不行，得看里子。一款好看但不中用的车，最终只会沦为美丽的错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想了解更多哪些车值得买，哪些车千万别碰，别忘了点个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深度剖析那些神车，也帮你挖出这些坑车，让你买车路上不迷路。盘点那些叫好不叫座的车，2015款路虎发现运动版必须拥有姓名，排第11名，真的算是客气了。你是不是以为路虎开窍了，从神行者一代的坑里爬出来？结果发现运动版告诉你，不，我还能更做。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豪华的外壳，不安分的内心。这车到底有多坑？给你盘一盘。发动机心脏不好，天天闹脾气，故障灯亮得跟节日彩灯似的，不是涡轮坏了，就是冷却液漏了，修起来钱包大出血。变速箱跟那个同样名声在外的 Jeep Cherokee 用的 9AT 换挡，一顿一顿的跟拖拉机似的，还指望靠刷软件解决，那叫治标不治本。电子设备各种幺蛾子，倒车影像说没就没了，泊车雷达经常失明，中控屏卡到怀疑人生，还时不时给你来个蓝屏死机，简直是电子产品的反面教材，安全硬伤。最狠的是，它还因为油管漏油被召回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安全风险直接拉满，你说离不离谱？顶着路虎的光环，销量却惨不忍睹，一年就卖个18000辆。人家雷克萨斯 NX、宝马 X3 在那里卖的风生水起，他只能远远的瞅着。所以这车现在卖给谁，就卖给那些路虎情怀党。别人眼中的缺点，在他们嘴里都是个性和爷们车该有的样子，只能说真爱无敌。但咱普通消费者图啥呢？图它贵，图它坏，真没必要。第12名，路虎揽胜极光，具体说的是2012款的揽胜极光哈。这极光啊，那外观确实惊艳的没话说，就因为这外观，好多人呢真是被迷得不行。不过呢，这惊艳的外观背后，可能就掩盖了一些严重的可靠性问题。路虎这款时尚的紧凑型 SUV 在2012年刚上市的时候，那可真是吸引了老多目光了。好多人一看外观就心动了，想着赶紧入手一辆。但买了车的车主很快就尝到苦头了，体验到了路虎这个品牌呢臭名昭著的可靠性问题。就说早期的极光毛病是真不少，那变速箱故障频繁得很，6速自动变速箱老是顿挫，有时候甚至直接就完全失效了，车都没法正常开。四驱系统也有问题，搞得轮胎磨损都不均匀，还有那差速器时不时就发出异响，烦死人了。电子故障也是经常能见到，全景遮阳帘动不动就卡住，车门锁有时候也失灵，发动机故障灯更是频繁亮起，就跟闪灯似的。更糟糕的是，部分车型因为这些故障还被召回了，制动卡钳还会降低制动力，这开车的时候多危险呐！所以说这极光外观时尚得很，在 Instagram 上那是相当受欢迎，可它的销量从来就没跟这受欢迎程度匹配起来过。2012年刚开始的时候，销量大概有7000辆，可之后就逐渐下降了，降到每年4000辆到5000辆。随着可靠性问题的传闻到处都是，这 Evoque 在业内人士嘴里就成了花瓶，根本算不上实用之选，远远看着是挺让人赏心悦目，可那些精明的买家那是看都不想看，直接就躲开了。第13名，雪佛兰 Aveo。这雪佛兰 Aveo 是在2004年到2011年期间生产的。你瞧瞧这就充分证明了，要是为了造便宜车而在生产上偷工减料，那铁定得闹可靠性上的大毛病。这款车呢，它是通用汽车的衍生车型，定位就是经济实惠的小型车。可车主们可就惨喽，为这实惠付出老多代价了。这车毛病太多，3天2头就得送修。就说那正时皮带 Aveo 的正时皮带那可是出了名的不行，在建议更换的周期之前就老是断裂，这么一断，发动机可就跟着严重损坏了。更倒霉的是，这前大灯模块还特别容易过热，严重的时候直接就融化，甚至还会起火。就因为这，通用汽车不得不召回了21.8万辆汽车。变速箱故障在这车身上也特别常见，尤其是早期的自动挡车型，那问题更是一堆。还有那悬挂部件质量太次，用没多久就磨损的不行，结果就导致4轮定位出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这车销量还算凑合，主要是因为有车队采购，还有那些特别在乎预算的买家会买。但这 AVO 的口碑啊，那下滑速度就跟坐滑梯似的。到它快停产的时候，那些想买靠谱交通工具的消费者都跑去买丰田、本田或者现代的车了，这 AVO 啊就彻底没人要了。最后没办法，2012年的时候，雪佛兰只能用 Sonic 把它给替换掉了。第14名，庞蒂亚克 ATEX 2001至2005。其实，在《绝命毒师》让它火起来之前，庞蒂亚克 Aztek 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不过这名声可不好听，它经常被人说成是史上最丑的汽车。你瞧瞧 Aztek 那怪异的造型，其实这就已经暗示它内在有缺陷了。它搭载的是 3.4 升的 V6 发动机，这发动机啊，气缸垫损坏的问题那是出了名的，进气气管还会泄漏，这一泄漏，冷却液和机油就混一块了。这对任何发动机来说，那可都是要命的事儿。变速箱的毛病也不少，经常出故障，车主们都反映换挡的时候不平稳，哪怕是里程数低的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气系统更是让人头疼，仪表老是出故障，警告灯还会莫名其妙的亮起来，电动配件也经常失灵。庞蒂亚克原本预计 ATEC 一年能卖75000辆呢，结果第一年只卖出去27000辆，到了2005年销量更是惨不忍睹，暴跌到还不足6000辆。通用汽车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忍痛把它停产了。就算是大幅度降价，经销商也很难把这车卖出去。阿兹特克车型可靠性差，外观又怪异，这俩问题一结合，在汽车市场上那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失败风暴啊！第15位 Yugo GV 1986至1991。 Yugo GV 它是1986年到1991年间生产的车。这 Yugo GV 啊，可算是在汽车史上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说真的，它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烂的汽车了。当时这 Yugo GV 卖的可便宜了，就$3990。宣传的时候说这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专门面向那些手头钱不多的买家。可车主们买回去没多久就发现，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这 Yugo 的11升发动机动力那叫一个弱，车子开起来都费劲，就跟没吃饱饭似的。而且它的正时皮带老是出问题，机械师都建议每跑2万英里就得换一次。还有那电气系统故障就没断过，交流发电机和启动机的寿命短的离谱，就跟浮吊似的，没几天就不行了。内饰的部件更夸张，门把手、遮阳板啥的，动不动就从车主手里掉下来，这质量真是没谁了。1987年的时候，这 Yugo 销量还挺猛，超过了35000辆。可它那糟糕的质量很快就传开了，到1990年销量一下子就跌到不足1400辆，再往后这品牌直接就倒闭了。Yugo 成了大家的笑料，喜剧演员都忍不住拿它开涮。有个特别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怎么能让一辆 Yugo 的价值翻倍呢？很简单，给它加满油箱。觉得这期内容够内幕，别忘了点赞关注，下期更精彩。